有道是出了山海关全看赵本山，那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呀，毫无意外，基本上啊，每个东北人都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着11点半前后赵本山出场。尽管那个时候赵本山出来呀，我们耳边治愈龙的鞭炮声特别响，家家户户这个放鞭炮啊，堵饺子，准备吃过年这顿饺子了。可是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发现外边孩子放鞭炮，有很多家里的人还是把电视机放到最大的音量上来把赵本山小品看完，看完了以后煮饺子，吃饺子。那么今年赵本山的小品呢，也是根据往年的惯例来，一般准备2个，一个呢给春晚，另一个呢给辽台春晚。那么今年的在春晚上上演的是《同桌的你》，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呐？是啊，不买啥琴呢？咦，那啥，我想明不叫小琴嘛，你不叫贵琴嘛？这琴你买不起，太贵了。它得多少钱呢？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有点彪呢。可我话你，去挂还要啊？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妈，这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斗字不会写，画个圈啊！爹，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他和王小利、李林、小沈阳，然后在这个辽太春晚上呢，跟赵海燕、宋小宝合作呢，上演个小品叫《相亲》。你是本地人吗？本地，对，您俩命相不合。他是属猴，55，你54属鸡，我看成不了。没那说，那都过去是了。现在都看星座，我双子座，他白羊座，星座特别合。大哥，你什么星座？我是沙发座的。说实在的，咱们这节目说实话，说我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你赵本山自个儿跟自个儿比，这几年来赵本山小品再拿到一块，包括给辽台春晚小品，你发现这个相亲和同桌着你，确实质量绝不算什么上乘。而且今年春晚的这个同桌着你，在直播过程当中还出了点事儿。这个事儿呢，可能我不说，关注赵本山的朋友都知道，就是直播的时候，这个小品总共有这21分钟，在直播到将近20分钟的时候，赵本山没有说矮排的时候对台词，换了台词了。结果这个台词呢，只是直播的时候出来了。第二天大年初一再往后，东国春晚，赵本山的小品的那段台词被删得无影无踪，没有那段。那么呢，咱们有不少观众朋友知道，也有不太清楚的，咱们得把这事儿给大伙说说。那一段是什么台词呢？这不是这个最后小沈阳是抱养来的这个王小利扮演这个人的跟赵本山这和解了。这个时候小沈阳提出，我要给你们唱一首《同桌的你》。今年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你好像太好了，OK， 你会捅不包？我会，人家捅着。你这整俩菜着，俺俩喝点酒逃了。喝2盅呢，坐到炕上了。坐到炕上这个时候呢，赵本山是先把这个咱们东北话叫盖帘，一盖帘饺子放到炕上，然后再把擀面杖从桌上拿放炕上，倒出来这个喝酒的地方。这个时候有台词，这个台词是什么呢？王小利先说。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到这点了吗？然后赵本山自个儿砸自个儿，怎么说？是我最无脸看的，年年都出来，挺脏挺大的脸。然后呢，接来一句，我不喜欢的咱们哥俩喝酒。然后王小利接着冯续，那都我们都喜欢的。我赵本山他的玩意儿，我们这些高雅的人看了
受不了，太俗。哎，中间大概有20秒的时间是两个人说这些台词儿。完，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除了紧张请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啊，好不好？是，我们都喜欢，你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的玩太受不了，生气。那么这些台词明显是在之前的最后一次彩排里，他们说的不是这来注意，而且赵本山在说这段台词的时候，行进的也不合理，就现场发挥有问题，主要是王小利的慢了6秒钟。那么这个怎么回事呢？咱们不少观众朋友啊，你在电视上看重播，把这段删进了，你看不着。好在呢，我们的编导的留了当时直播的视频，咱们就结合直播视频，我给大家分析分析赵本山当时说这些台词的心态，以及为什么我说他这段演失误了。我们看呢，当时现场有那个表，就演到这个时候，赵本山小品一般20分钟出头嘛，演到这个时候就是收拾桌子开始说这段台词的时候，是19分53秒。这个时候，那么一直到小沈阳那边呢，放上同桌着你小品啊，这个放同桌的你乐声前奏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大概是小品19分57秒，有4秒钟时间。从19分57秒开始，又过了16秒钟，同桌的你前奏放完，也就是说总共4加16 20秒结束之后，像我们小沈阳拿了麦开上明天的你是否会想起，开始唱同桌的你逾期。那么赵本山对王小利这段台词，就是或者说自我解嘲，或者说发泄心中不满也好，有20秒钟时间。那么我们说这20秒钟，他们之前在底下对过这台词，但是在彩排时候没对过，所以恰恰是彩排时候没对过。那么在春晚舞台上资历尚浅的王小利，这时候出错了。什么错呢？在放擀面杖同时呢，这时候王小利就应该说，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拿起酒壶来，拿着酒壶这功夫倒酒就该说这话。可是这时候呢，王小利没有及时的把第一句台词说出来，时间观念没把握好，所以赵本山把这一干脸饺子拿下去的时候，王小利还没说这台词，这时候赵本山这个现场经验发挥出来了。来，是啊，他拿起擀面杖来，非常主动的打了王小利左手一下子。咱们看这视频里面非常清晰，他打了手一下子，这一打，王小利一机灵，才明白这是师傅提醒他要说台词了。可是他这一机灵又浪费了1秒钟时间，把这酒壶拿起来抱着酒的时候再说。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结果这个时候我们再看那表呢，19分59秒，也就是说浪费了6秒钟，20秒钟说台词的时间，浪费了6秒，大伙琢磨琢磨，这个损失是很大的，真是。所以这6秒浪费了，逼着赵本山必须加快语速，因为他知道一会儿那边要唱歌了，小沈要唱同桌人你了。所以这时候赵本山头一句大伙听得很匆忙。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除了紧张尬个脸。他说的我们行话就有点赶，语速加快。说完这个挺脏挺大的脸，底下鼓掌，大伙笑，当成赵本山自我解嘲。这时候呢，春晚的导播呢还专门切了一个1秒钟的观众反应镜头。观众乐得不行了。这个其实到这个时候观众掌声笑声起来了，演员就不应该把玉腾了，这是因为这是个行规，你接着说台词，观众这乐的正鼓掌呢，也听不着啊，所以正常应该等上2秒钟，等观众回过来，笑声掌声下去再说。可这时候赵本山感觉已经来不及啊，马上接着又说，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是，我们都喜欢。这时候这时间这么赶，我们知道
虽然说你语速加快了，可那自然的台词儿你得说出来，所以这6秒钟没抢回来。这个时候，同桌的你的这个前奏曲已经响起了，眼看就要唱了，赵本山不得不加快语速，说：“哎呀，他那东西我不行的，我们这些高雅的人了，看了他那蛮受不了，太俗。”他说到“高雅的人”这4个字的时候，小沈阳那边已经开始唱了。极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的玩太不错不了。7这个明天的你是否会想起跟高雅人我们的看的玩受不了太俗，跟这个词压到一块了，完全合到一起了。这个行话叫打架，就叠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包袱说高雅的我们看了这个受不了太俗，为怎么想？底下的掌声也稀奇了，为啥？跟音乐声叠一块有不少人没听清楚。这是赵本山最大的遗憾，有不少人讽刺他的东西俗，心里憋无火了。我不说发泄自己身上这种压力，所以这个效果非常不理想。这音乐盖粉包没出来，太赶了，怨谁呀？王小利给耽误了6秒钟，赵本山哥赶不上提醒一下了，这才出了。所以呀，这是我估不着，很可能到了后台，王小利就会被赵本山批评，你怎么演的？没反应过来呢？那么小沈阳在舞台上经验是挺丰富的，他这前奏一放，前前后多少时间他心里有数了。所以你大家注意，赵本山举杯说不喜欢那什么的，咱喝酒啊。这个时候前奏响起来的时候，小沈阳知道自个儿快唱了，可是一听师傅，他这时候是面对着师傅的，王小利是背对着他的。这时候他看赵本山刚说到这儿，小沈阳已经感觉到坏了，这台词要说不完。所以我们看细节，小沈阳这手拿麦克，看着师傅，把左手的食指伸出来了，比划了一下子，意思师傅啊，赶紧说呀，我要快唱了，这的是这样一个细节。咱们重新看视频，你能清晰的看到小沈阳这个动作，我们都喜欢，也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他的玩太小不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是爱点爱最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乱话字都远人读2个角去，也将由我打起。你变了，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人你是一句。这就是春晚直播现场20秒钟发生的事。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事儿没啥，很正常啊。可是作为演员来讲，这20秒里边发生的这种心理上的转换，毫无疑问是惊心动魄的。那么赵本山有着超强的现场直播的经验，这改文章用的好，又没有这改文章再耽误几分钟，后边什么也做不出来了。所以我说这个场景看出来赵本山现场这种技巧了不得。所以咱们现在有不少的观众朋友看这段之后就琢磨，赵本山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因为笑这种艺术本身就包含着越贴近你的感受，它越容易让你乐。而贴近人的感受的东西，往往好多东西都不在高雅的层面。高雅是一种精神层面的高档精神享受，它跟有时候是身体上的直接反应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所以笑肯定不像我们说悲剧那样，那种正剧那样能够体现高雅，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说这东西低俗，那你弄个高雅的我们看看，让我们都接受，让我们还乐了的。所以赵本山他这个不服是有一定道理的。任何一个大艺术家，任何一个已经成功了的艺人，他不愿意接受这东西。我们看郭德纲、周立波，原要说他们同样是板区讲。包括我记得前2年在这个中武康大学曾经组织过一场关于赵本山乡村爱情电视剧讨论，当时就有一个教授啊，于虎磊，赵本山这个乡村爱情有点俗，赵本山当时很不满意，意思是你说俗，你整个电视剧收视率这样，我看看，所以这现场闹得就不太愉快。我们想这种一些指责，有的时候是无端的，有的时候他也不是空穴来风。那么作为赵家班的掌门人，虽然家大也大，他承担的压力也一定大。
这种压力有时候使他感到很委屈。我这么努力给大家带来笑声，怎么有人还说我低俗呢？人到了这个层次之后啊，对于有一点不同意见出现，本来他是能宽容接受，可是如果这种不同意见以一种有话语权的方式来影响他的环境，那么作为艺人来说，这个心态往往有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太平和。所以我说赵本山在春晚这个小品上，他发泄了自己可以说抑郁了多年的一种不平衡的一种情绪。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除了请张咋的脸，对，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啊，好不好？我们都喜欢，你喜欢的，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他的玩太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阴间是不来电，追忆曾经热爱哭的你。从前的我死都愿和读两个脚气，也将有我的气与变了，我也会给他看相片，给他讲同桌人你人，是以自嘲的一种方式，但你在发泄自己心中某种怨哭的你。这就好比什么呢？咱们单位有时候评先进的，也再说我这评不上，我这业务啥也不是，领导根本看不上。这不是自嘲，这是发泄一种不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所谓这次春晚赵本山小品直播前前后后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这些事情呢，有些是我们瞪着眼就能看到了，我们借助视频，借助我的分析啊。当然还有一些呢是我主观臆想，对与不对呢，您心里有杆秤，可以自己判断一下。那么赵本山呢，今年这个小品，咱们实事求是说，我觉得没有前2年像不差钱啊，包括以前那种铁三角似的，那种合作时候这么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必须指出赵家反而壮大，但是这种效应呢，严格意义上讲，把带徒弟作为上春晚的一种标准呢，往往就会影响春晚作品的这种质量。为什么呢？你的徒弟第一个春晚经验不那么丰富，第二个是不是就100%的达到了春晚演出的这种水准呢？有人说那小沈阳多火呀，我叫小沈阳，艺名也叫小沈阳，沈是沈阳的沈呐，阳是沈阳的阳。我们这小沈阳二人转演员，我现场看过他二人转，包括邵杰班这些人，所有人的二人转表演我几乎都看过，确实好，那都是东北二人转的角儿。可是二人转和演小品它不是一回事，这两个之间差距很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现在赵家班这些演员，二人转的优秀的演员名角，他们演小品不见得比郭达呀、蔡明啊、冯巩哦、郭冬临呢这些人强。这些人演啥像啥，而眼下这些二人转演员登台演这个小品，往往都过于夸张，有时候过于类型化，并没有达到那些人的高度。二人转他唱得好，但杨玄群有时候我不认为他们能够达到顶尖高度，那跟赵本山更是没法比。这里边比方说女角，你看无论是小沈阳他老婆沈春阳，还是毛毛这样的女角，其实我们看除了飙嗓音还秀才艺以外，在真正演技上他有多大的发挥空间，能表现多精湛没有。就我说这些女角，什么孙丽蓉啊、赵海燕还是这个李琳了，远远达不到高秀敏、宋丹丹的高度。高秀敏、宋丹丹，我们回顾她跟赵本山合作乔品，尤其宋丹丹，你发现赵本山一个包袱，宋丹丹一个包袱，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出场费也不少吧？他80，我40，都税后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都是大中型企业。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个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2天当时死了1万多只鸡，最后送他的外号叫一剪梅两个人是旗鼓相当的。而现在本山传媒这些女演员呢，
在二人转舞台上嬉笑怒骂都行，一到春晚这带控制的舞台上，达不到的标准要求。这是女角不行，你再说男角，我们也看了，像小沈阳这样，跟他比较类似，像田王也是如此，还包括这几年在东北很火的奏香宝。一登台你就发现，跟在二人转舞台上的差距在哪儿？他二人转舞台上打滚放坡的夸张演法，到了小品的舞台上显得过了。这一点也体现在刘晓光身上，就照这儿，赵本山不也指出他毛病吗？你这还像我以前演的老那样，你没有突破，你得哟再一往前，那就过了哟。就说这些演员还没有达到能够兜放自如的那种演员程。这海喷你怎么了都？这臭了多？不是，可疼，这不疼能这么叫？你再像王小利，比他们要好一点，但王小利是个本色演员。你现在你看他演的刘能，演的去年那白闹，演的今年这个给写信来了，你放在一个平台看没啥区别，就是他在演他原先那些东西，没有突破。所以说赵家八人这些二人转演员还远远达不到赵本山在小品行业里出神入化那种高度。那么赵本山带着这些人演，明显感觉显得就把他自己的步伐也拖得沉重。当然这个今年春晚之前不也传过吗？赵本山邀请宋丹丹，邀请章子怡，人家都给拒绝了。但是我想作为赵本山扩大赵家八人的影响，扩大自己的产业，这个心态应该说是正常。那么现实当中他往这方向操作，那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以往前这一步和春晚的要求之间能不能达成和谐统一。所以未来赵本山怎么样在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条件下，能否跟这个央视继续有良好的合作，咱们还要拭目以待。这个春节一过呀，春晚马上成为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咱说实在的呢，今年春晚呢有优点，你看起码没那么多植入广告了，另外一个舞美的效果啊还是不错的。就这样一个节目获得了一致的好评，甚至有人说啊，这个节目美得令人窒息。那么作为表演这节目的演员是谁的能经得起这么大的赞誉呢？就是他，朋友们都认识，这是著名的舞蹈大师杨丽萍。他在今年的春晚舞台上呢，和另外一位青年舞蹈演员王迪合作了一个叫《雀之恋》的舞蹈，因为我们感觉不仅是美轮美奂，而且感受到了生命那种活泼向上的动力，那种来自天籁的那种自然之声。本来杨丽萍啊不是被邀请来跳这个的，咱们都知今年是龙年，春晚开场有舞蹈叫龙凤呈祥，请杨丽萍来干嘛呢？来倒那凤凰。杨丽萍当时对句点问问不也，我呀不会跳凤，我会跳孔雀。就这么来的春晚呢，为了把杨丽萍这大腕流露，说你说跳什么吧，杨丽萍就把她正在编排的大型舞蹈剧《孔雀》里边拿出一段挪到这儿，点个孔雀谈恋爱的过程。就这么的才有了今年春晚上这个雀之恋。当然这一段呢搬上春晚舞台啊，中间这个困难非常多。为什么呢？我们看这个电视啊，晚会这个灯光舞美和舞台上的灯光舞美它不完全是一回事儿。为了跨过这个鸿沟，杨丽萍是央视的工作人员的，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你比方从杨丽萍这儿，他就知道舞台上打的灯要想把它挪到这个春晚的舞台上很难。杨丽萍直接参与到现场，一遍一遍的看，对这个灯光舞美各个效果他都是比较苛求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费了很大劲。另外一个费劲的是，这舞蹈和别人不一样。虽然杨丽萍善于跳孔雀舞，她在舞台上跳舞，我们知道演员穿的衣服越轻，这个演员发力也做动作越容易做。但是到了春晚的舞台上，我们大家也知道现在这电视都高清设备，每一个地方甚至演员这脸上哪有个雾哪有根汗毛都能看出来，所以对道具特别苛求。那么为了追求这种逼真的效果呢，两位演员身上穿着衣服从哪儿弄的？在广州那边
买了是10几万颗真的羽毛，就纯粹羽毛做的衣服，这重有10斤。你琢磨多舞蹈演员穿着10斤重的跳舞，这个困难是可想而知的。最后的时候呢，为了减轻重量，把这个2个衣服的袖子截掉了。再一个，舞台表现力为了提升呢，他们嘴里填一个口钳，这个口钳是什么呢？能够吹成调，能够吹出鸟这个笑响。杨丽萍练这个也练了很长时间，所以这一个舞蹈应该说倾注了以杨丽萍为主的创作人员好多的心血。那么我们现在不少的观众朋友提起杨丽萍呢，就会想起她很早在89年的时候，在春晚的舞台上就跳过一段孔雀舞，当时那道舞蹈被称为雀之灵。有的人奇怪说，这个杨丽萍怎么这么愿意跳这个孔雀舞呢？那么其实我跟大家告诉你，杨丽萍跳孔雀舞原先在云南地区应该说不是由来已久的事情。以前跳孔雀舞呢都是男的跳，但是自从出了个傣族的舞蹈家刀米来后呢，孔雀舞开始有女的跳了。但是这时候又有限制，因为孔雀呢是傣族的吉祥物、吉祥鸟，所以除了傣族以外，其他少数民族不能跳孔雀舞。说杨丽萍是哪个民族的？杨丽萍是白族的，白族的吉祥物是什么？是鸡。可这个鸡你在舞台上怎么体现？在那薄时活蹦乱跳的，肯定不如孔雀好看。所以后来杨丽萍打破这规矩，继刀米兰之后，她开始跳孔雀舞。一开始有一些非议，可后来她在舞台上这种表现力，大家一看服气了，了不起，她跳得真好。所以就说从杨丽萍开始，她有傣族以外的少数民族跳这个孔雀舞。另外有一点呢，杨丽萍跳这个孔雀呢，生活当中的原型，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蓝旗穴，挺大挺漂亮的，其实不是。杨丽萍跳着孔雀呢，是西双版纳特有的技艺。这个绿孔雀体型呢比蓝孔雀要小，但是比蓝孔雀显得更漂亮。杨丽萍舞蹈当中展示的孔雀是绿孔雀，而不是蓝孔。你看杨丽萍的胳膊比一般人修长，她的胳膊反转起来，象征着这个孔雀的脖子，手部动作象征着孔雀的脑袋。所以这些动作，孔雀饮水还是互相啄食，这些都来自她对绿孔雀细致入微的一种观察。所以她跳的是在家乡的绿孔雀，不是我们在动物园里常见。那么这次歌晚呢展示这个绿孔雀了，有人挑毛病，说你看呢，最后结尾的时候最震撼的一个场面杨丽萍在上边身体俯冲，下边是男演员，这时候背后舞美的背景团呢展现的是孔雀开屏。有的说这有问题了，孔雀开屏是什么孔雀？那是公的孔雀，母的孔雀是不会暂停的。怎么杨丽萍跳这个母孔雀最后也开屏来了？其实挑这个毛病的人呢，他可能不大了解孔雀它的民族意义和精英教育。有人说孔雀还有什么宗教意义？你知道孔雀开屏是因为什么吗？在宗教里面可能你不知道，孔雀开屏是因为佛祖释迦牟尼，这里边有典故，说当年佛祖释迦牟尼在山上修炼，不是749天之后成佛了吗？修炼到第46天的时候，天空上飞了一只孔雀，这个孔雀低头一看佛祖在那修炼呢，他不知道，他又把佛祖当作食物一口给吞肚子里了。佛祖的最后修炼的3天是在孔雀的肚子里修炼，那修炼完了之后怎么出来呢？我不走红门，得选干净的地方出来，就在孔雀的后背破背而出。由于孔是破背而出的，造成这拍子。所以孔雀开屏它的宗教意义从是什么？象征着佛祖的诞生。在孔雀里被称为佛母，被封为大孔雀明王。所以孔雀在宗教的概念上是超越了公母这样的世俗概念。所以杨丽萍跳出母孔雀也曾开屏，这个是完全符合艺术上真实的，咱完全可以不必在这个层面吹毛求疵。那么杨丽萍自己也说跳孔雀舞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很有意义。他认为呢，如果从鸟类里选一个舞蹈的精灵和代表的话，在西方是天鹅，那么东方呢就是犬。所以杨丽萍呢
对孔雀这种诗迷呢，是有他的东方审美的情绪在里边的。所以他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那是1989年，那个他在春晚舞台上跳了孔雀那一段。看完这段视频呢，可能会勾起很多老观众的一些美好的回忆。确实，杨丽萍这个舞蹈跳的是真好。那么给我们的感觉好多观众朋友都有这样一种印象，杨丽萍好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你看，我们很少在媒体上看到她舞蹈以外的报道。她身边的人都说，杨丽萍，你别看肌肉咱这年岁可不小了，53了。可是你跟她接触，感觉呢，她有些动作举止就像少女一样，显得很天真。偶尔一回头呢，这人感觉像一头鹿回头一样。他身边经纪人说，他有时候一回头呢，感觉就像小松鼠一样。一个53岁的可以算得上一个进入老年的这么一个女人，她身上能有如此多的这样的特征，这令人感到啧啧称服。当然，这一些都是因为她艺术的水准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才会对她感兴趣。也就是说，杨丽萍这舞蹈为什么道得这么好？那么要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咱恐怕得重新导一导杨丽萍的出身。杨丽萍在11岁以前呢，就是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乡村里边，光着脚干活的小丫头。11岁那年呢，就被云南省歌舞团呢给选走了。选了歌舞团以后呢，杨丽萍的条件很一般。说实在，到现在为止，你要让最专业的这个舞蹈演员看杨丽萍有些动作，他也不会认为杨丽萍条件很好，因为那舞蹈演员呢垂身趴能弄出180度。杨丽萍的腿到现在她也拉不了那么直，很多舞蹈演员做的动作干净利索漂亮，杨丽萍做不出来。最有意思的是呢，如果你让杨丽萍做的模仿一段舞蹈吧，她总差一块。但是你不让她模仿，你说现在跳舞你就是那个百灵鸟，你就是芭蕉树，你要给她一个场景，让她自个自由发挥，我什么也不限制你。过2天你再看杨丽萍拿出的舞蹈，令你感到很奇异，就说人怎么能跳到这种程度，如此鲜活，如此有生命力。所以杨丽萍跟普通的舞蹈演员不一样，如果你让普通舞蹈演员看她，很可能在这个培养曲制当中，她很早她就没了，就会被淘汰了。可是杨丽萍很幸运，她在自己的乡曲之上培养这种感觉，植根在云南这片土地上待了那么多年。到了1980年的时候呢，她又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呢，他依然受到的待遇跟地方差不多，很多特别专业的演员瞧不起他，认为他基本功不够好。一开始来他跳不了独舞，他没那资历可是他跳群舞的时候呢，他为了把动作做得有力量到位，始终舞节慢半拍，所以周围的舞蹈演员认为你这是抢戏，你这是搅和。所以杨丽萍当时不跟大伙在一块练功，他自己单独练，集体练功呢都在这个练功房里有空间。舞蹈讲究一种流动，从这个点流动到那个点，表现力会非常强。可是他单独练呢，在自己家里，在自己的朋友家里边，空间很小，有时候对着镜子练，的空间特别窄。杨丽萍练出个本，我就站到这儿，原地，然后我通过我的肢体动作，让大家感觉到力量和美在我身上流动。就是他那时候练的功夫，我不通过从这边跳到那头，那头跳到这头，我就站在原地。我就能通过我肢体语言把你打动。所以说杨丽萍呢，她在当时呢练出这样的功夫之后呢，在整个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呢，她依然不属于最主流的演员。所以后来杨丽萍呢，带着一定情绪回到老家，继续在云南当地采风。所以这样的过程使杨丽萍的孔雀舞蹈跳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我们说艺术这东西来源于生活，如果你不从生活的实实在在的层面里边汲取营养的话，你这艺术水准永远也别想得到提高。杨丽萍正是由于不合群，或者我们说的不食人间烟火，她又回到了云南生她养她这片土地上，她才有今天的这种成就。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我倒觉得对我们普通人都有启迪作用。我们有不少年轻人中年人的孜孜以求名和利，可是当你无限向名和利靠拢时候，非常想得到的时候，你根本得不到。有朝一日你可能转身不考虑那个了，我把自己手头的事儿干好了，结果蓦然回首发现呢，名和利就在你的门边等着你，甚至推门进来主动找你。
所以我说杨丽萍的成名呢，就是她心里边，她真的没有想到名和利这件事儿。她去在艺术的殿堂里主动的孜孜以求，寻找内心的这种梦想。结果反而名利追着她来了。所以杨丽萍现在不缺钱，名气更加不缺。如果她没有当初这种孜孜以求对艺术的认真态度，她怎么可能拥有今天的成就呢？那么杨丽萍呢，还有一点引起了很多尤其是女观众的注意。她都53了，看她舞蹈看这些年，怎么从来没看杨丽萍有一丝一毫发胖呢？她这身材是怎么保持的？怎么就那么瘦呢？令很多想减肥的女同志都羡慕不已。说实在，要真想减肥呀，你得有超强的意欲。杨丽萍就是一个最自身、最身体具有一种苛刻控制力的人。你比方我看她的指甲，那个指甲是留了几十年，我们这留指甲一不小心就容易碰坏。杨丽萍特别注意她这个指甲，打结的话得这样，摁键有西得这样，这样摁的，你说这可能按不到。甚至他自己早年间洗衣服的时候，咱们都用割手搓把指甲容易弄坏。杨丽萍割手腕搓衣服是这样，他的手腕你要细看，有一圈老茧。而且他现在这个指甲已经形成了什么？没有这指甲还不行了。你比方我们拿着杯子一伸手拿了吧，杨丽萍这个指甲到这儿就知道杯子要倒，然后再拿起来，就这个指甲已经成了他感知事物距离的一部分了。所以他对这个东西特别重视。大家还记得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里边，把这个杨丽萍找来演梅超风。张纪中是怎么相中杨丽萍演梅超风呢？就是先看上了杨丽萍这个指甲，这个指甲长，而且杨丽萍本人还瘦，头发一挥洒起来呀，有那种梅超风的鬼魅的色彩。所以你要如果从这个电视剧里边看呢，你要看剪影和侧脸的话，这杨丽萍确实非常有那个武林高手的范儿，尤其她的指甲一出现的时候，给人感觉特别像梅超风阴足狠辣的九阴白骨爪。至于对她的身体来说，她更加重视。比方说吃饭，我们知道要想保持她那种体型的话，不节食是根本做不到的。不是说杨丽萍就天生不爱吃饭，说厌食症，不是那意思。杨丽萍身高是1.65米，体重还不到90斤。你看着在电视屏幕上，她好像显不出那么瘦来。你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你看到她，你都觉得她瘦得吓人，一阵风灯给吹走，打哈欠都得抱电线杆子那种感觉。因为电视是什么？电视容易把一个人变得胖起来。这是电视的效果。你现在你看我，其实我生活当中我挺瘦，我没这么胖，是电视效果把你骗了。但是杨丽萍在生活当中那可是真瘦。她为什么瘦呢？我给你说说她演出前后这1个来月的食谱是什么。早晨起来9点钟起床，早晨起来先喝一杯盐水带盐的水，然后不吃什么东西。上午9点到12点要喝3大杯普洱茶。12点午餐特别重要，1小锅牛肉，1杯鸡汤，2、3个小苹果。晚餐是什么呢？2个小顶褶加1片牛绿。现在我把这个食谱给一些爱美的女士，你一天吃了你试试，你能不能受得了？不饿死你也馋死你了。所以杨丽萍没点毅力，她不可能做到这样，真是能限制。当然这不是说这所有时间是指她有演出的前前后后，只要一有演出了，她这1个来月她肯定这么吃。而且演出的当天她有个习惯，不吃什么东西都不吃。杨丽萍第一个是不吃米饭，她说碳水化合物不容易消化。第二，演出当天别说米饭不吃了，水都不喝了。她说再瘦的人你吃点东西胃也会鼓起来，胃一鼓起来完了你在舞台上就不好看了。所以咱们看刚才视频里边这个杨丽萍跳舞的时候，你就感觉她那身条那么瘦那么细，也确实你说跳到那程度肚子要鼓一块，那肯定不好看。那么杨丽萍呢这个神秘的面纱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谢大家的，就是她不食人间烟火，给人感觉她有没有感情世界她的家庭是什么情况在她的个人爱情世界里头到底是什么样媒体报道的也非常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像杨丽萍这种把艺术展示到这种程度的人，怎么可能没人爱、没人追求呢？当年杨丽萍20岁前后的时候，到这个云南省歌舞团的时候，就有好多少数民族的子弟在追求的，甚至有的人在杨丽萍床上放把刀，什么意思？谁追杨丽萍，我跟谁决斗。那么那时杨丽萍呢，跟一个北京知青关系很好。后来这个北京知青啊，突然间回到北京，杨丽萍当时那种感觉了，好像就受他一点伤害，所以后来杨丽萍对身边的异性有着本能的距离，她似乎在逃避。她跟身边的很多男性有接触，可是你看呢，她好像对所有的男性都不假辞色，都冷冰冰，都拒人千里之外。那么这一点呢，也使很多人好奇，到底什么样的男人能够走进杨丽萍心扉？那么呢，现在杨丽萍身边这个丈夫啊，是90年代两个人认识，这是一个美籍台湾人，他的英文名叫托尼，中文名字叫刘纯情。杨丽萍开始呢，对他也不来电，经过4年左右的追求啊，两个人结为连理，成为夫妇。那在一起恩爱程度就不用说了。可是后来出了点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男人呢，尤其像刘纯情，那时候这都40多岁了，他就考虑我得要个孩子呀。女人10个怀胎，再加3个月哺乳期，1年多的时间。你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身体的脂肪含量少，你根本扛不起折腾。可是杨丽萍脂肪含量是多少呢？说出都吓人，身体脂肪含量不到3%，所以大夫一看你呀，拉倒吧，你根本别怀孕，怀孕你再作死的。都什么情况下能怀孕生孩子呢？增肥，让你胖起来，脂肪含量多。结果这个事儿杨丽萍不干了。这种增肥，第一个是你一定要告别舞蹈舞台，第二个很可能你生完孩子这辈子无法再回到舞蹈舞台上。在杨丽萍的生命里头，没有什么东西比舞蹈更重要，所以杨丽萍提出了不行，我绝对不会怀孕，我绝对不可能生孩子。你想一下，这样的话从自己妻子嘴里说出来，作为丈夫心里能好受吗？这个老刘同志一度也有一点那么进非议的。杨丽萍给做出个决定，不行，咱俩分手，离不到。我不能剥夺你做父亲权利，我不能给你生孩子，我没有尽到这个义，我不配做你妻子，咱离婚。最后刘纯情也没舍得，两个人一直到现在还是挺恩爱。所以从这个事儿我就能看出来，杨丽萍生命里什么最重要？舞蹈最重要。杨丽萍有句话很有代表，他说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传宗接代来的，有的人呢是吃喝玩乐来的，我呢就是一个旁观者，我到这个世界就想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其实他的舞蹈就是把他走一走看一看得到的生命的体会，在他的舞蹈当中要淋漓尽致的表达给世间每一个人。得我说杨丽萍啊，他在这一点来讲，在艺术世界里边确实做到了一种至尊无上的罪。那么我们每个人接杨丽萍这样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其实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过多的食人间烟火，过多的跟功名利禄结合，而显得杨丽萍是如此超派粗。但有一点不能否认，杨丽萍内心那个艺术世界理想的彼岸，她离那个彼岸确实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近，所以她显得超凡脱俗之余呢，衬托出我们周围好多人如此的浮躁，如此的功利。那么作为评价杨丽萍呢，我想李宗盛那首歌的名字评价杨丽萍非常恰当，那个名字叫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里多一些杨丽萍这样的孜孜以求追逐理想世界的精灵，那很可能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纯粹，少了几分浮躁，少了几分喧嚣。